昨天关于小花梅的节目上线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从推特到油管。昨天晚上我在这里看频道下面的评论，一直看到了凌晨2、3点。我一直认为我们频道下面的评论内容非常有价值，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在下面写下自己的经历，有的会写下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有些人会写他自己家里有精神病人，他们照顾病人所承受的苦难，也有人讲了他们自己村庄里头那些贫苦的精神病家庭他们的遭遇和经历。其实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新闻为什么发生会非常有帮助。我也看了很多人对我的反对基本上集中于这几个方面。第一呢，就认为那杨某霞可能根本就不是小花梅，是李莹。当时网上不是传言吗？有个李莹失踪了，跟这个杨某霞是非常像，说是小花梅，其实都是假的。第二，我凭什么认为小花梅一开始就是精神病患者呢？有可能是这个董志民折磨的，对吧？第三，他们都批评我是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个新闻，评价这个审判。比如说，我认为贫穷你就不能惩罚，或者说政府其实没有救助他们，也就没有权利去惩罚，这都是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角度去考虑，而事实上应该基于权利的角度去考虑来评价这件事情。一个人再穷也不能成为免于处罚的权利，这是刑法本身具有的强制性嘛。很多人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和评论我今天就再讲一下这个新闻，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是最近几年中国互联网上最大的公共事件，也值得我们把道理讲透首先我讲一下事实层面，杨某霞是不是小花梅呢？那我自己在网上看了那些信息之后我觉得就是。也有些人说是李莹但我觉得证据不足。那将来比如说有人能提出来更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杨某霞就是李莹，那其实也没关系，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我们的节目其实就基于杨某霞就是小花梅，从云南被一环一环贩卖到江苏这个地方，生了8个孩子，我们来分析这件事情那么关于第三点，就是说我基于一种所谓的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评判新闻这件事情我承认其实我更多的是基于当事者、当事人，尤其是底层社会的人，他是不是被改善这个角度去评价一个新闻。那么今天呢，我其实也想从权利的角度再去评价一下这个新闻。这个新闻不是说不能从权利的角度去评价，也不是说不能从法治的角度去评价，但是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判决跟所谓的权利的角度跟法治也没有关系，其实它就是一个政治判决。首先我要讲一下，很多人认为民间的习惯法在成文法面前其实不值一提，不值得尊重。比如说你民间你再习惯买卖妇女，那你面对成文法它是拐卖妇女就应该抓起来，这种习惯法不值得去尊重它。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这种做法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可能很难操作，甚至从社会治理角度来讲也不一定可行。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大清律令是什么时候在中国废除的呢？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大清王朝灭亡，在中国大部分区域大清律令就没了。但是在香港，大清律令一直实行到1971年。英国从1842年割让香港那么在中国人这个区域内，他们始终实行的是大清律令，并没有实行英国的法律。那么于是在香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同样一个罪行，英国人犯法跟中国人犯法得到的处罚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人就是按照大清律令去审判去处理，那么英国人就按照英国的法律去审判去处理。比如说同样是犯死刑，英国人就是绞刑，中国人呢就是砍头。大清律令里头有很多法律跟英国法律是冲突的。比如说大清律令里头允许纳妾，允许男性休妻。那你想想，跟这个英国法律的抵触就很大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英国是现代法治文明发祥的国家，那尤其是这种一夫多妻制他们从来就不承认，但是他允许中国的香港的居民呢继续纳妾。那这不是冲突吗？从很多人角度来讲，这不是很可笑吗？明明英国的法律应该比大清律令更文明吧，更先进吧，他们为什么在中国人的区域里头不实行英国的法律呢？不废止
不立即废止所谓的纳妾制度呢？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所谓的外来的法律对本土法律的尊重问题，也就是说，从我们今天讲的类比来讲，也类似于这种成文法对民间习惯法的尊重问题。因为中国的成文法不是根植于我们自己本土文化自然产生的，全部来自于西方，来自于外来的文明，那么它就必然会带来一个冲突。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郑毅先生写过的几本小说，就是《远村》老井》啊。这个小说中间啊，描述的都是中国贫困山区里头那些苦难人的那种遭遇。其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叫拉边套。什么叫拉边套呢？就是在那些特别穷的村庄里头啊，有的家庭就特别穷，可能难以生存下去。这个时候，这个男主人就会在外面再找一个男人来，和他们这个两口子一起共同生活，这个就叫拉边套。那当然，这个生活非常尴尬啊。那小说里就描述了这样的生活一般怎么进行。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男主人就会先走到地里干活。这个时候，那拉边套的那个男人呢，就会心照不宣的来到这家里头，跟这个女主人睡觉。睡完觉之后呢，这个拉边套的男人也会出去跟这个男主人一起干活。最终的劳动收益呢，又共同给了这个家。然后生下的孩子全部归这个男主人，这个拉边套的男人是没有的。那小说里讲述了那个女主人面对两个男人那个生活过程中间的那种怎么说呢？非常复杂的那样一种经历吧。当时读这个小说的时候，给我非常强烈的震撼。但事实上，在中国的偏远山区里头，这种现象还挺普遍的。在山西内蒙宁夏这些地区，包括中国的藏区，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普遍存在。但是这种行为放在今天中国的成文法面前，这三个人都是犯罪。你想这个男主人找另外一个男的过来跟他们一起生活，做点什么？如果你把它当作婚姻的话，这叫重婚罪，对吧？这个女的既跟这个男的结婚了，又跟那个男的结婚了。如果你不认为他们是婚姻，那这个男的算什么？我觉得应该算是叫组织容留介绍妇女卖淫，对吧？因为他这个老婆跟别人睡觉，他还收了好处吗？那个男的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其实这个相当于交了跟他自己老婆睡觉的这样的钱吗？这不就是卖淫吗？那这个按照中国现在成文法律，最高可以判死刑。那这个女的呢？这个女的就是卖淫女她跟自己的丈夫是婚姻关系，她跟那个男的不是婚姻关系但是那个男的跟她睡觉，实际上给他们家庭里头交了一些以食物为代价的这种所谓的好处费那么这不就是卖淫吗？还长期的也不反抗，对吧？第三，那个拉边套的男的，那显然就是嫖娼嘛，对吧？那这三个人按照中国今天的法律，通通需要抓起来判刑。但是这样的判刑真的是正义吗？在中国的民间社会里，真的能够执行得下去吗？他们都是这个社会最贫苦的人，他们不过是这些贫苦的人面对残酷的生活抱团取暖，不得不如此艰难的生存的这么一个状态，你用成文法去惩罚他，有正义的基础吗？我觉得没有。所以我个人觉得，成文法对民间的习惯法要保持一定的这种所谓的迁移性。什么叫迁移性迁移性就是说，刑法在面对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间要最小干预原则，不要动辄入刑，不要认为你所谓的法律介入这个生活之后就自动的实行了正义，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大规模的介入到一般人普通人的正常的有秩序的社会生活之后不但实现不了正义，反而会制造新的动乱。这就是刑法的迁移性原则，这也是现代法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些人谈法治，谈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的强制性。好，那我们来谈谈法治这个案子这个案子真的体现了法治原则吗？我觉得没有。我们昨天讲了，主要是关于董志民被判了有期徒刑9年，因为虐待罪和这个非法拘禁嘛。其他5个人我没有详细讲，今天我们来看看其他5个人
其他5个人，一个是叫石立忠、桑和妞夫妇，因为他是最早把小花梅从云南贩卖到江苏的。这石立忠被判刑有期徒刑11年，这桑和妞被判刑有期徒刑10年。谭寿庆就是在那个河南的西沂县把这个小花梅卖给那个霍氏兄弟的，他呢判了有期徒刑13年，而霍氏兄弟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和有期徒刑8年零6个月，判得好重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按照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这5个人的犯罪行为都超过了刑事追诉期。他们当时贩卖小花梅都发生在199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5年。因为我们国家的刑事追诉像这样类的犯罪追诉期就是20年，过了追诉期，国家就必须放弃刑事处罚权。那为什么这5个人还被起诉了呢？还被判这么重呢？后来有记者采访着检察官，检察官说了，过了刑事追诉期的这种犯罪行为，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可以进行审判的。是没错，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我们要问理由是什么？这5个人是罪大恶极吗？是犯罪行为特别严重吗？大家看一下，这5个人中间，除了谭寿兵是累犯以外，被判了13年，其他人现在检察院查明就这一次贩卖行为。首先不是累犯，不是团伙作案，在这个转运贩卖小花梅的过程中间，也没有对他进行人身伤害，同时获益的金额又非常少。更重要的是，这一次之后，他再也没有犯罪了，再也没有这个贩卖过其他人了。按照我们国家一般的刑法，他们属于从轻发落的犯罪嫌疑人呢。那既然应该本来审判过程中就属于从轻发落的，那为什么已经过了刑事追诉期，还要把他们拉过来再审判，判了这么重的刑罚呢？理由何在啊？法治的原则何在啊？我们经常说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更重要的保障人权是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啊，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他的刑事追诉啊。但是这个案子里头体现出来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了吗？没有吧？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政府要把这5个已经过了刑事追诉期的人要拉在一起判这么重的刑罚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满足公众对这个事情的道德宣泄。他们被当作工具了，因为如果不判罚他们，如果不判刑他们，觉得这件事情交代不了，公众不答应，于是他们明明过了刑事追诉期，还要把他们抓起来判刑。但是我想说的是，由此这5个人不就成了工具了吗？不就成了政府为了向网民交代的工具了吗？不就成了政府为了所谓的杀一儆百，警示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工具了吗？但是法治的原则是什么？法治的原则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目的啊，不应该成为其他人的工具啊。他们犯了什么刑罚，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追责。至于别人是不是道德上能过得去，至于其他人还会不会去继续犯罪，跟他们5个人有关吗？这才是法治的原则呀。但通通都没了，所以这个判罚跟法治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政治性判决。政府为了收买人心，你们不是愤怒吗？你们不是对这个行为特别排山倒海的这样的愤怒吗？那我就把他抓起来判刑吧，判得很重，你们满意了吧？对吧？就这5个人判刑，你们终于都满意了。你们现在不满意的，只不过是这个董志民只判了9年，没有判到你们期望那个高度。这其他几个人你们都满意了吗？这跟法治有什么关系呀？我们再继续讲，法治讲到同罪同罚。所谓同罪同罚，从董志民的判例我们来讲，我们国家规定虐待罪受重伤才会判有期徒刑3年。那小花梅受重伤了吗？像他这种所谓的虐待，就算虐待，判缓刑可能更合适吧？为什么判6年零6个月？不也是基于政治考量去判刑吗？没有体现同罪同罚的判决也不是法治。还有中国类似这种用铁链子把精神病患者捆起来的家庭，我昨天讲了，千千万万几十万，其他人你抓了吗？如果你其他人没抓，你独独把董志民抓起来，这也不是同罪同罚，也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这是法治吗？
同样不是法治啊，这就是基于政治考量随意处罚、随意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的案例呀。其实相比于民间社会的这种所谓的罪恶，政府可以随意动用法律，把法律当作工具来完成自己的统治，甚至来平息网民的这些愤怒和情绪，这不是更可怕吗？你们平时都说警惕国家、警惕政府的权利，当政府这么肆无忌惮地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时候，谁去替这些犯罪嫌疑人去说话了？你们谁在质问政府你有什么权利可以把法律当作工具来实现你的统治目标呢？所以这件事情跟法治有什么关系？毫无关系。最后我还想讲一下，不要认为法律本身它具有解决社会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如果要是有那样的能力的话，我们用法律规定人人都是百万富翁，这个社会就没有贫困了，对吧？并不是。其实法律的万能主义者在社会中非常有害。人权保障更多的时候其实法律只是个辅助工具，更大的层面它靠的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无论从这个儿童的义务教育再到残疾人的权利保护，如果没有经济发展为前提，你其实把法律定得再严格，这也实现不了大多数网民所希望的那样一种权利保障水平。昨天我的节目播完之后，有一个网友，他的孩子呢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深度残疾的孩子，他后来好像送到澳洲嘛，他就讲澳洲为了照顾他这样的孩子一个人一年要花50万澳币。你想，因为澳洲有钱嘛，他可以为这样的孩子提供非常好的福利，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显然做不到这个水平。那做不到这种水平的情况，那么我们面对这样的家庭，我们该怎么办？我经常讲，中国的社会问题大概分2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经济发展不足导致的，另外一个层次是政府不作为导致的。我们在分析这些社会现象的时候，我们要把这2个层次分开。由于经济发展不足导致的，我们不要把它归因于政府，它就是因为我们经济发展水平低嘛。不仅仅是中国低，越南也低，印度也低，非洲也低，有许许多多这些所谓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人权保障水平就低，你也没有办法这个所谓的拔苗助长。但另外一个层次的，政府不作为的，明明有财力可以做不做的，就应该努力的去批评，督促他们去改变。他不改变的话，我们去抗议，我们去揭露，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监督他，尽可能的去给这些人提供更好的福利。这我觉得是2个层面要分开。如果你要把这2个层面都混淆在一起，认为所谓的权利是天赋的，那没有用。天赋人权首先它是一个假设，它是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后人们才会这个产生的这么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更重要的是构建个人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你国家所有的权利都来自于人民，那你政府所有的行为都必须人民的授权，人民主权理论嘛。在这个层面上，应该大家都理解。但是在基本人权保障方面，没有天赋人权。你说每个人都有免于饥饿的权利，但当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遇到大饥荒的时候，你设置这种法律有什么意义呢？并没有意义。你说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权利，但是工作如果普遍的失业的时候，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你这个规定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说每一个儿童都有上学的权利，如果这个国家非常穷，负担不起儿童上学的费用，那你这个规定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这个层面的人权保障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没有经济发展做后盾，所谓的人权保障就是一句空话。我给你拿一件，你这饭凉了吗？饭凉了吗？你能不能我这样说话，你能不能听懂？我跟你说话能听懂吧？不能。是不是？是不是能听懂一点点？我跟你说话。不能是吧？不能把这筷子放下，这个饭还能吃吧？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我希望我这个频道所有大家关注的人
不是基于观点和立场跟各位一致你们才关注我，而是基于你们愿意让我讲真话，基于我自己的职业经验去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各种各样的新闻。这个分析的过程中间很可能跟你们自己平时的认知不一致，甚至跟你的结论也完全相反，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一点，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要是找那些跟我们观点完全一致的，最终我们一定会分手。我们怎么可能跟另外一个人在所有的观点上都保持一致呢？但最可贵的是，一个人可以自由的发言，可以基于他自己的经验，他有自己的逻辑，基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分析，最终让我们每个人有启发，这是最宝贵的。我认为啊，所谓的新闻评论节目追求的应该是后者，而不是我的观点跟各位都完全一致。所以啊，我希望啊，大家看到我的观点不同意啊，尽可以在这个评论下面批评批判，但是呢，尽可能最好不要要求啊，咱们观点都一致，没办法一致，但一致也就没意思了，不是吗？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也再次感谢大家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对我自由发言的支持。被告人董志明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年。法院判决被告人石立忠、桑和妞、谭爱庆、霍永菊、霍福德犯拐卖妇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1年、10年、13年、8年6个月和8年，并处罚金。你能不能，我这样说话，你能不能听懂？我跟你说话能听懂吧？不能，是不是？是不是能听懂一点点？我跟你说话，不能是吧？不能把这筷子放下，这个饭还不能吃吧？这就是爱心的是捐助给你，满屋都是。我们可怜的妈妈，我找一件衣服给可怜的妈妈穿。都是小孩的衣服，也没有大人的衣服。大人的衣服还真，下次一定我得给这位妈妈带点衣服过来。大人，这一件看看能不能穿上去。这一件，你好，冷吗？不冷，我给你拿个衣服穿上吧。我给你拿个衣服穿上吧。我给你拿个衣服去，好不好？我给你拿件衣服，我看你咱有爱心是捐助衣服，我给你拿一件。你这饭凉了吗？饭凉了吗？